哎，我刚脱下来的亵衣怎么不见了？我去，这是什么？竟然还是热的，怎么还有股淡淡的香味儿？这袋子有古怪啊！哈，去死吧！哎，不见了，这邪门了！我倒是看看你能装多少。于是喝多了的苏晨拎着袋子来到仓库，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临期食品，有压缩饼干、面包、方便面等等。苏晨跟发疯一样往包里塞，却发现口袋里面依旧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了，是假酒害人出现幻觉了，睡一觉应该能好点儿。此时漫天黄沙中的一处破落大院内，大夏20万大军，战死15万，天下连续大旱，颗粒无收。天尊真神，大夏女帝临南，祈求您大发慈悲，救救燕城军士与百姓。我临南愿意以身试神。临南扫完身上的沙粒，虔诚地朝着东方跪拜。可片刻之后，他突然听到外房有些动静，打开门后看着屋里堆满了箱子，傻眼了。这是神送的东西吗？于是喊来了5位大将军，随他进入房间。众人都愣住了。我向天尊真神祈祷后，屋子便突然多了这么多的东西。女帝如实说道。啊！众人面面相觑。你们看，这箱子上面写的是方便面，用的还是简体字。女帝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，眸子闪过一丝异状。5位大将看了她一眼，欲言又止。30年前，大夏国出现过一个传奇国师，曾推广过简体文字等各种重大政策。威猛强壮的向龙将军把一个箱子撕开，拿出1桶方便面来。陛下，要不我先尝下看看有没有毒？向龙问道。天尊赠送的东西怎么会有毒？不要说这样大不敬的话。林南瞪了他一眼。陛下，我先尝试一下吧。杨九妹掰下一块放入口中。咦，好香啊，咯嘣脆，味道很好。他掰下来几块分给其余4位将军，大家吃完后纷纷称赞。过了1刻钟，大家都没事，这才递给女帝。这就是天尊吃的面吗？好好吃。如果用开水泡开，撒上调料，不知道有多香。一共12000桶泡面，对于5万大军来说还是太少了。即便紧着点吃，也就勉强够吃2天的。当所有物资清点转移后，他将牛皮袋子带到内屋，却发现放在里面的亵衣不见了。林南皱了下眉头，如此贴身之物，绝对不能让别人拿走了。就在他低头查看袋子里面的时候，头上的凤钗滑落进入袋子里面，竟也消失不见。林南惊呆了，上下翻看，袋子确定没有漏。难道这袋子是献祭用的？把祭品放入里面，天尊收了便会有赐送东西吗？林南恍然大悟。你们帮我分析一下对不对？是天尊收了我的亵衣才赐下的奖赏，所以天尊喜欢亵衣对吗？陛下，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开始只放了亵衣，没有放其他东西，天尊没有的选择？卢木兰小声说道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是我的错。林南听到后，拿了2块金条放进了袋子里面。众人眼睛猛地瞪大，金条不见了，这世界上真的有神，还喜欢金子？众人极为震撼，三观重塑。是天尊收了。林南惊愕片刻，随即满是惊喜。如今钱财无用，粮食比金子值钱。既然天尊收了他们的东西，应该会给送更多的粮食与水吧？可等了片刻，并没有什么东西出来。陛下，要不您写个书信，说下咱们现在的困局以及需要的东西。杨九妹建议道。既然天尊把金条收了，书信应该也能收到才对。于是林南让人拿过来毛笔跟竹简，写完之后放入袋子里面。果然，竹简也消失不见了。苏晨缓缓醒了过来，揉了揉眉头，暗骂一声假酒害人。看着厂房天花板，想着之前的神奇经历，不由得苦笑，应该是酒后出现幻觉了。不过他低头后发现那个亵衣还挂在自己脖子上，再一看袋子旁边多了一只凤钗，一个竹简，2块金条。苏晨立刻变得清醒，急忙站了起来，使劲揉了揉脸，掐了一下大腿，痛觉告诉他，这绝对不是幻觉，也不是梦。难道是有人整蛊我吗？可谁闲得没事干这事？苏晨将竹简打开，眼睛一亮。天尊真神在上，小女大夏国女帝临南，天下大旱，百姓一子而食，恳求天尊赐予更多的食物与水。只要渡过此难关，大夏各地必全民信奉供养之。有意思，看着像是某个平行世界的古王朝。难道不是喝多了产生了错觉，而是真的？苏晨拿起凤钗，看到上面有繁体小字，凤冠元年制，金条下面有繁体圣朝金库，大夏正统的字样。于是他连线上小主播听水鉴宝进行鉴定。这金条本身重300克，按照目前的金价都要价值20多万了。可这个金条最大的价值是那8个字，其历史价值远大于本身的价值。曾有野史记载，临齐镇临危脱逃，让侄女临南女帝登基，结果没2个月就灭国了。女帝自刎于宫中，死时才18岁。主播戴着眼镜，看着金条上面的字，无比的激动，直呼开门。苏晨听到后满是震惊，临南女帝竟真的存在，一切都是真的。这应该是面世的第1件大夏国的物品，我愿意出1000万。苏晨想到临南现在艰难的处境，急切的想要帮助他，另外他自己也背着巨额债务，便答应下来。没问题，我联系财务给你打钱。主播说道。之后苏晨飞快地回到食品厂，拿出牛皮带到了仓库里面。既然临南急缺水，正好仓库里面还有很多矿泉水。面对着堆积如山的矿泉水，大概有3000箱左右，将这些水传送过去。苏晨拍了下牛皮口袋，唰的一声，成山般的矿泉水消失。陛下，天尊怎么还没赐东西过来啊？难道他不喜欢金条，而是喜欢您的贴身衣物？一个宽阔的大厅之内，卢木兰打了一个哈欠，说道：“他们5位将军坐在一旁，盯着牛皮袋子，从上午等到下午了，他们心里有点慌。”别瞎说，
天尊掌管天下，应该是很忙的，不光咱们的事。林南心里也没底，再等等吧。天尊既然注意到咱们了，应该就不会不管不顾了。他咬了下嘴唇，不行的话，再放一件贴身衣物试试看，或许天尊真的有这个癖好也说不准。算了，你们先出去，我去内务一趟。林南决定脱下亵衣亵裤放在袋子里面试一试，毕竟一开始他放了亵衣，神送了很多东西，后来放了金条，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送来，难道神不喜欢吗？要不放我的吧？高挑亮丽的卢木兰猜到陛下的想法，陛下来到燕城督战后就没洗过澡，也没洗过衣物，剩下没穿过的衣物应该不多了。他比陛下大1岁，也是处子，天尊应该不会嫌弃他的衣物吧？心诚则灵，还是我来吧。林南叹了口气，话音刚落，就在此时，无数的箱子出现了，真的是天尊显灵了。这次五位将军亲眼所见神迹，无比的激动。矿泉水，矿泉水里面是水。林南看到箱子上面写的字喊了出来，向龙大喜撕开一个箱子，果然是一瓶瓶的水，喊来心腹搬运矿泉水，一共7万多瓶，人均1瓶多。向龙小心翼翼地拧开一瓶，喝了一口，无比的幸福，水质甘甜，太好喝了。他憨厚地笑了笑，谢天尊赐水。林南将矿泉水放下，激动地跪在地上叩拜。他在书信里面写了特别缺水，结果这次就真的只送水过来，说明天尊真看到他的书信了。五位将军也跪在地上，满脸的虔诚。从现在开始，他们无比的坚信天尊真神不是虚幻的，不是编造的，而是真切存在的。就在这时，从牛皮袋飘出一张纸来，上面有字，如此细腻光滑的纸张。林南轻轻摸着，不由得感叹：林南，你们的需求与诚意，本天尊已经收到，后续有需求可随时告知。本天尊将拯救你们于水火之中。林南缓缓念着上面的字，激动无比。天尊真神居然给他回信了。五位将军听到天尊真神回信的内容，无比的兴奋，信心倍增。有天尊的帮助，他们必胜。如此一来，燕城有救了，大夏有救了。只是不得不说，天尊给赠送的粮食跟水不太够，东西看着是挺多的，但平均到5万士兵身上就很少了。陛下，要不您给天尊说说，让他多送些水来行不？不需要这么精致、这么纯净的水，只要能喝的井水或者河水都行。杨九妹小声说道：“包装如此精美的食物与水，即便是富饶年代，都应该是皇室专用的。如今大饥荒年，百姓连泥水都难喝到。今天我们已经求了天尊真神2次了，再求有点太过频繁了吧？天尊会不会生气？”林南叹了口气，想到蛮国30万大军连破大夏13座城池，每攻破1座城后必然屠城，林南心里也很着急。陛下说的有道理，要不明天再求吧。杨九妹点了下头，对方怎么说都是天尊真神，不是他们的后勤人员。感谢天尊赐水，林南拜谢。林南想了下，在纸上写上放入到了袋子里面。不必客气，你吃饭了吗？禀天尊，我们现在只中午吃1顿饭，我喝了1碗粥。林南没想到天尊这么快回信，大喜之下如实写道：“对于神不敢有丝毫的隐瞒。”你身边现在多少人？5位大将军皆在。苏晨看到回信才意识到女帝那边的状况比自己预料的还要糟糕。等着，我送你们一些晚饭。苏晨拿来手机点了一些外卖，然后都放入袋子里面。林南等人看着眼前一堆香味四溢的食物，不由得狂咽口水。陛下，是羊肉。杨九妹拿起一根大羊肉串来，这样的有200多串。陛下，是鸡腿。卢木兰打开一个圆筒的东西，里面10多个黄灿灿的大鸡腿，都快激动哭了。陛下，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炒的鸡蛋，好香哦！看上有些书生气的韩坚将军打开一个饭盒，看到一块块红色东西夹杂着鸡蛋，大部分青菜他们都不认识。陛下，这里有20盒米饭，都是热乎的精米饭。向龙激动无比，手都有些颤动。陛下，这10杯应该都是饮品，还都加了冰块的，奢侈，太奢侈了。咱们留下一些，其余的饭菜全部都送入军中熬煮，让士兵们今日加一餐。林南想了下，说道：“士兵们也好久没有沾过油水了，羊肉串跟鸡腿上都有不少的油，撕碎后连同米饭、菜等加水熬煮，多少能有点油水。”林南打开一杯上面写着雪梨蜂蜜茶的冷饮，分给5位将军，抿了一口，冰冰凉凉、甜甜爽爽的，瞬间整个人精神很多，真好喝，感谢天尊。5位将军无比的虔诚，同时也感慨天尊生活的奢靡。林南写完感谢信投入袋子里面，苏晨正在撸串喝着啤酒，看到林南的回信，不由得笑了下。按照他了解的信息，大夏还有5万士兵，今天卖金条获得了1000万，平均到每个人身上才200块钱，更何况他还有外债，如果债主催债怎么办？他若是还了1000万，身上也没几个钱了。好在还有一根金条跟凤柴，应该也能卖一些钱的。想到这里，略微安心一些。只是他想的不单单是让林南他们活下去，还要打胜仗，收复失地。林南他们多给一些金银财宝就好了，又不好明着要，否则显得天尊太没逼格了。他被亲人背刺，很是孤独，也正需要林南他们的精神慰藉。吃完饭，苏晨将林南的亵衣找出来放在抽屉里面，怎么说都是女帝的贴身衣物，后续若实在没招了也得卖。第2天上午，苏晨刚起床洗漱，就听到外面有人拍打大门，一群人在外面，一个个的戾气很重。怎么了？苏晨边走边问：“你是苏晨吧？我们是你家食品厂的供应商，王有贵让我们找你要货款，赶紧开门。”苏晨皱了下眉头，真是担心什么来？什么来吗？欠我家100万。我家60万。
众人七嘴八舌地说道。吵吵什么？大家都是老板，留点体面不行吗？就在这时，突然走进来几个人，说话的是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，身后是一个贵妇，他旁边一女生穿着白色长裙，年轻漂亮，后面2个人高马大的保镖，背着手很是冷酷。秦叔，你怎么来了？苏晨起身有些意外，我来看看你有没有需要帮忙的。秦渊笑了下，坐了下来。苏晨心中一暖，这个世界上还是有温情在的，让他冷寂的心热了一些。我听闻秦老板的女儿跟苏晨早就订婚了，看来是真的，有秦老板在，咱们的钱不愁了。来讨债的，甄怀笑嘻嘻地说道。秦渊是大老板，不是他们小打小闹可比的。贵妇皱了下眉头，很是不悦。小苏啊，你的事情我也是昨天刚听说，你舅舅真不是个东西。秦渊叹了口气，不管怎么说，如烟的命是你爸妈救的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食品厂欠下的1000万，我替你还了，怎么样？秦渊缓缓说道。苏晨听到后微微皱了下眉头。秦渊话里有话，秦叔，这钱不白还吧？需要我做什么？小苏啊，感情的事情很难说的。现在嫣嫣有喜欢的人了，咱们2家的婚约是不是可以取消了？苏晨冷笑一声，刚有些温度的心刹那间变得冰冷至极。3年前，秦渊上赶着要将女儿秦如烟嫁给他，2家这才订婚了。订婚后的第2个月，他们一家带着秦如烟去海边玩。他去买东西的时候，秦如烟被海浪卷走，爸妈跳入海里，竭尽全力将秦如烟推到岸边，2人被却海浪卷到深海区，消失不见。最终打捞队只找到了父亲拎着的那个牛皮袋子。可以说，爸死亡都是因为秦如烟，说什么都是借口，只是因为他从富2代变成了富2代了而已。还是林男女帝他们淳朴，给送点吃的喝的就感恩戴德的。婚约可以取消，但欠债不用你还。苏晨冷冷地说道。我爸命没有那么廉价，爸妈舍命救秦如烟，是因为他们人性中善良的光辉。秦渊想用1000万来还清人情，在他看来，是对爸妈救人行为的玷辱。苏晨，你别不识好歹。秦如烟的妈妈有些生气，还以为自己是苏家大少爷呢。我们愿意给你还债，已经很够意思了。但你与如烟的婚事不能算数了。这个不需要你操心。苏晨冷声说道，看了眼一言未发的高冷女生。秦如烟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我婚约作废，从此再无瓜葛。你们走吧。如此一来，倒是高看他一眼了。苏晨，谢谢你，以后逢年过节，我都会去祭拜伯父伯母，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。别，你这不是去恶心我爸妈吗？既然你我再无瓜葛了，我爸妈自然也不需要你去祭拜。滚吧！你什么东西，不识抬举！秦如烟母亲气得满脸通红，拉着秦如烟气呼呼地离开。只是3人出了会议室，来到厂区门口，等着并未直接离去。他还不上钱？今天这些债主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到时候看他如何应对，咱们等着看热闹。秦如烟母亲哼了一声。烟城大院内，陛下不好了！当九妹气喘吁吁地跑到院子里面。怎么了？南军攻城了？林南脸色一变。不是，今天酷热无比，军中已经有数百士兵中暑，人倒下的越来越多了，连黄忠将军也都倒下了。杨九妹焦急地说道。什么？先将矿泉水喂给中暑的士兵，你带3瓶带给黄忠将军。林南一惊，陛下，这样下去不行的，必须要给士兵们增加水量了。他回到屋子里面，拿起一个竹简，写清楚现在的困局就要放在袋子里面。随即想到天尊的第1封回信，上面提到诚意2字。他想了想，摘下脖子上的一个镂空球形吊坠，连同竹简放入袋子里面。杨九妹则直接跪在地上，恭敬地叩拜祷告，希望天尊可以早点供水过来。如今他们别无他法，只有依靠神的力量了。此时办公室中，刚才这个比让你装的，我都佩服你。甄嬛没想到苏晨竟赶走了秦家人，阴阳怪气地说着：“小苏啊，你拒绝了秦家的好意，可你怎么还钱？”秃顶中年男子叹了口气：“李叔啊，我欠你家200万是吧？”苏晨看了他一眼：“对，我也是没办法了，货款收不上来，我的资金链都快断了。我也知道你现在很难。”秃顶男子点了下头，有点不忍心：“理解，把你公司账号发给我，这就给你转钱。”苏晨打开手机的银行 app， 转过去200万，到账了。秃顶男子大喜。之后，苏晨将他们的钱逐一还清后，便挥了挥手。秦渊看到他们出来，上前问了一句，得知苏晨把钱都还清后，愣了一下。难道是苏晨爸妈去世前给他留下的？也不合理啊！那苏晨从哪弄到这么多钱的？算了，咱们走吧，跟我们也没啥关系了。秦如烟母亲没看到苏晨的难堪的场面，有些失望，拉着女儿上车。苏晨回到办公室里面，看到袋子外面多了一个竹筒，一根一个吊坠。天尊真神，今天酷热难耐，已经有600多士兵中暑倒下，另外城中百姓也是缺水缺粮。一子儿时屡见不鲜，请求天尊赐予井水，河水都可以，粮食也是能吃就行，野菜、树皮都可以的。
林南扣线。苏晨拿过来一张 A 纸，上面写着让他先准备好储水的东西，半个时辰后他就放水过去。食品厂里面有一口井，可以给林南供应水。他将球形吊坠拿起来看了下，里面3层小球皆镂空工艺，制作精美，仔细端量，上面有一处也写有凤冠元年制的字样。苏晨把小球收好，开车到了药店，将所有的藿香正气水都买了下来，一连跑了10多家药店，买了500盒，一共花费8000多块钱。之后开启了水泵，井水被抽送上来，流入到袋子里面，消失不见。林南收到苏晨的回信大喜，急忙安排人准备接水。他等了好一会，率先出现的一盒盒的东西。藿香正气水可以治疗中暑，水很快送到。林南看到天尊的回信，没想到竟先送的是药，急忙派人去给中暑的士兵喂下，很快得到反馈说药很好用，有些士兵服用之后很快醒了过来。果然是神药，感谢天尊。林南双手合十，满脸的虔诚。就在此时，一股粗壮的水流从袋子里面凭空冒出，源源不绝。接水，快，水来了！林南很是兴奋，是井水，凉凉的，很好喝。杨九妹用手捧着喝了一口，露出幸福的笑容来。去通知城中百姓，每个人都可以领一水囊的水。大慈大悲的天尊终于救我们了！有些百姓们纷纷叩头，重新燃起了希望。真是愚昧啊！若真有天尊，直接让天下雨，或者给我们变出足够的粮食来不就好了？一个留着山羊胡的男子拿起水囊，痛快地喝了一顿，满脸的不屑。秦布，你闭嘴！若不是天尊，你能喝上水吗？再对天尊不敬，小心我们对你不客气。旁边的百姓听到后大怒：“你们啊，等死吧！”秦布哼了一声，看了一眼排队接水的百姓，悄悄离去，走到一个巷子里面，左右看了下无人后，走到一个柴门前敲了敲。一个彪悍男子打开门，让他进去。告诉乌铁谷大将军，今天大夏军队突然放水给百姓，传闻是天尊赐水。秦布走到屋子里面，低声说道。彪悍男子拿出一块菜饼扔在地上，秦布急忙捡了起来，连声道谢后狼吞虎咽起来。后续你再多打探消息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为何突然有水了？彪悍眼中满是鄙夷，无论是在哪个民族，叛徒都是最可耻的。苏晨一直放了7、8个小时的水才停止了，想必林南那边也没有这么多出水的地方。苏晨看了下支付宝余额，自己一共几万块的积蓄马上就要见底了，得想办法搞钱了。他坐在办公室里面，将凤钗吊坠还有一块金条拿了出来。如果没有猜错，凤钗跟吊坠都是林南佩戴的饰品，极其的不凡。他犹豫了下，拿着金条开车出去。小苏，你金条还有几个？马有成反复看着金条问道。昨天已经卖了1根，今天又1根，就剩下这1根了。苏晨如实说道。昨天那根出了1000万，本以为是孤品，没想到还有。这样我出700万买下，你觉得如何？马有成问道。实际上因为苏晨父亲的关系，他多出了100万，因为金条不是孤品的话，文化价值就要大打折扣。若像杯子那种2个成对的，反倒是升值了。可以，苏晨现在急缺钱，同意了。你这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马有成给他打了款。今天债主逼上门来，还了1000万外债，没钱了。苏晨苦笑一声，700万也到账了。难怪，有机会我会收拾下王有贵那个混蛋。马有成眼中闪过一丝狠色。马哥，谢谢你，不过犯法的事咱们可不能干。王有贵坏事最近会有报应的。苏晨有些感动。我还有事就不打扰你了。这个仇他自己会报的，不能连累其他人。出来后开车来到粮店，挑最便宜的粮买了几百担，一共花了10多万。他回到办公室时，看到外面又多了一个竹井。天尊，水已经收到，今天士兵与百姓都喝到了，林南拜谢。苏晨笑了笑，拿了一大包 A 纸，从上面抽出一张来。那就好，以后用纸回信吧，用完再给你送。给你准备了一些粮食，准备接收。写完之后，连同那包 A 纸一起传送过去。林南与5位将军坐在房间里面，黄忠将军喝了霍气正香水后，中暑很快就好了，感叹天尊赐的神药真好使。天尊今日给了药跟水，没有给粮食，明天给士兵们吃方便面吗？杨九妹问道。吃吧，也没其他吃的了。林南点了下头。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，突然一大包药出现，还有一封信。嚯！天尊马上送粮食过来。林南看到书信的内容，脸上满是喜悦。看来天尊准备这些东西也是需要时间的。他刚才不该怀疑天尊没有仔细看他的书信，他一会要多扣几个头谢罪。5位大将军精神一振，都期待着。过了没一会，一袋袋东西凭空出现。陛下是米，精米。向龙将一个袋子戳开一个小孔，就看到露出的白花花的大米粒，一脸的狂喜。陛下，这袋子里是面粉，上等的白面。陛下，这箱子里是面条。陛下，这东西是咸的，是精盐。韩坚大喜过望，即便是皇室吃的盐都没有如此的惊喜。谢天尊赐物。林南看到满屋子的货物，眼眶湿润，无比感动，深深叩拜。其余将军也满是恭敬，跪下磕头。危急时刻，天尊真的给他们发来了粮食。下令，今晚全军加餐1顿，每人1碗白米粥。林南笑着说道。是。杨九妹笑着去传达命令去了。陛下，能不能让天尊明天给送些肉来？杨九妹笑嘻嘻地问道。昨天天尊赠送的羊肉串等，绝大部分都切碎熬煮分给士兵了，还真点上菜了。林南瞪了他一眼。陛下，我也有诚意的，不会让天尊白忙活的。杨九妹从怀里掏出一个金手镯来，拿了出去。我也有。
卢木兰拿出一个金手链，上面镶嵌着宝石。向龙等3位男将军也分别拿出一串金币来，他们也很想好好的吃一顿肉了。每天1顿稀粥，身体缺乏力气。粮食已收到，感谢天尊。林南愿意终生侍奉天尊，愿天尊保佑我大夏。如今战士们许久未曾吃肉，祈求天尊赠一些肉来。若觉得林南贪心，切莫怪罪。林南奉上。林南见状，把感谢信与金手镯等放入袋子里面。看在你们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明天给你们送肉。你还没吃晚饭吧？我一会儿给你送。有没有想吃的？很快他收到了回信，谢天尊，什么吃的都可以的。林南看到回信，长长的松了口气。天尊没有生气就好，明天大军就有肉吃了。昨天忘记问你了，可以喝凉的吗？可以的，不过明天应该就不行了。林南预计明天红潮就要来了，真是麻烦。过了大约半个时辰，一份份盒饭出现，有红烧肉、酱牛肉、炸大虾、炒鸡，还有10份米饭，10杯冷饮。你与将军们好好吃饭。明天我会给你们送些猪牛羊肉过去，吃饱饭养足精神，才可以更好的御敌。很快，一封信过来，谢天尊，林南拜谢。林南感动得一塌糊涂。这次他与5位将军饱餐一顿，无比的幸福。正值大饥荒年，即便蛮国没有打过来前，在京都里面，他吃的都没这么奢侈。第2天上午，他先去蔬菜批发市场买了1000斤各类蔬菜，然后又买了猪肉、羊肉、牛肉共5万斤。想到天气很热，冷鲜肉买多了放不住，这些够大军吃1天的就行。于是又买了2000箱的火腿肠肉罐头等东西，这样可以放久一些。买这些东西一共花了300万左右。等到东西送到仓库之后，他直接传送了过去，写信问了下军营里面现在有多少女兵后，开车去了本地最大的超市。他站在卫生巾货架前，正在仔细的看着。第一次选这个东西，原来还有日用夜用的。咦，苏晨。秦如烟来超市买东西，正好看到他，但是等他看到苏晨居然在看卫生巾时，不由得恼怒。啊，是你呀！苏晨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你有女朋友了？秦如烟感觉被欺骗了，昨天退婚还感觉一丝的内疚，看来苏晨背着他早就跟别的女人搞上了，还给人家买卫生巾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吧？苏晨冷冷地说道。怎么没有关系？昨天我们才取消了婚约，你不会说今天你才交了女朋友吧？你之前肯定是出轨了。秦如烟小脸气得通红，都能够给女朋友买卫生巾了，2人早就发生关系了吧？你认为什么就是什么吧？苏晨懒得跟他解释。我原本以为你是很可靠的男生，没想到你是个渣男。秦如烟不由得恼火。说完了。苏晨拿起一包来，认真的问道：我正好有问题请教你，你觉得哪个品牌的好用？一天用几个？你不要脸，耍流氓，这就破防了。苏晨摇了摇头，他是真心请教，怎么还不要脸了呢？看到秦如烟生气的离开，颇为无奈。帅哥，你没问你女朋友平日里用哪个牌子的？女店员笑着问道。虽然心里鄙视这种渣男，可顾客是上店员笑着问道。虽然心里鄙视这种渣男，可顾客是上帝。我没女朋友。现在外国不是打仗吗？我想买些东西捐给国外的女同志们，我要买1000包。陵南军营里面一共有200多个女兵，应该是够用了，不够他再买。这……女店员听到后肃然起敬，他就说嘛，这年轻人看上去就不像渣男的样子，原来是个很有爱心的人。收到货后，他给陵南写了一封信，让他身边没有男人的时候给他回信。等了一会，他收到陵南回复，说只有杨九妹跟卢木兰在他身边，其余3个男将军正在派人将牛羊肉等货物搬到军营去。今天大军要开荤了，大家比过年都高兴，每个人都无比感激天尊朕神陛下。天尊这是啥意思？难道有东西是男人不方便看的？我也不知道，等着就是了。陵南也很好奇。片刻之后，突然很多箱子凭空出现，苏菲护舒宝、7度空间卫生巾，这是干嘛用的？陵南看着上面箱子上写的东西，有些不解。打开箱子拿出一包后，也没发现具体的使用方法，他只好硬着头皮问了下天尊。苏晨收到后也是一阵头大，这玩意他又不用，上网搜了下，恍然大悟，于是将图解等打印出来，放到袋子里面传送过去。这东西原来是这么用的，天尊也太体贴了吧！另外，天尊画画水平真厉害，字跟之前写的也不一样。收到图解后，卢木兰脸一红，终于知道这是干嘛用的。你今天不是来红潮了，可以试试看，如果好用，草木灰袋就不用了。陵南也看懂了，本来他预计今天来红潮的，现在还没来，没想到天尊居然赐予他们这样东西，真是太细心了。那我试试吧。卢木兰红着脸拿了一包去了侧房，陵南还在认真的看着图解，想着天尊真是厉害，连这种东西都能够发明出来。陛下，百姓们现在已经在排队等肉粥了。一个女兵走进来说道：陛下，你说天尊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他不直接灭了蛮族大军啊？直接天雷劈死他们不好吗？杨九妹小声问道。我估计天尊也有限制吧，也有他的难处。陵南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若这么简单就好了，就不必牺牲士兵们厮杀了。在蛮军中的内应有消息吗？这2天没有消息传来，不知道是被发现了。5万对20万，兵力相差悬殊。两人正在说这话，突然听到卢木兰惨叫了一声：卢将军，怎么了？杨九妹拔出剑来，没事没事，我刚才感觉那个卫生巾
经贴的有些血了，想要拿下来重新贴，可这东西粘贴的太严实，撕下来太疼了。里面传来卢木兰的声音：“蠢货，你是贴反了吧？粘的那一面是贴在蟹裤上的。”林楠都气笑了，他看图解时特别注意到这点了。杨九妹突然也想到了什么，捂着肚子大笑，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卢木兰红着脸从房屋出来，看着笑得跟大虾一样的杨九妹，脸上出现一丝恼怒：“你别笑了，这天尊赐予的东西以前从未见过，第一次用错了也正常的。”“对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杨九妹竭力让自己不笑出来，很舒服，你也可以试试。卢木兰瞪了他一眼：“好了，你俩问一下女兵们有没有需要的，先每个人发一包，告诉他们如何使用，可别贴反了。”林楠笑了下，军中女兵基本上都是他的卫兵。天尊，你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这种东西都有。林楠喃喃一声，充满了向往，难怪世人都想成神，神的世界必然无比的美好。天尊，贴身物品已经收到，解决了女兵们的一件麻烦事，感谢天尊如此体贴。林楠拿出一张纸，将其撕开两半，用半张写信过去。苏晨收到回信后微微一笑，不知道为何今天精神气特别足的，或许是因为助人为乐精神爽的缘故吧。陛下，收到内应的消息，说蛮军得知我们有了水跟粮食，会在第3天早上攻城。杨九妹急忙前来禀告。林楠脸色一变，如今双方兵力相差太大，加上今天征到的1万新兵才6万，要对战装备完善的蛮国20万大军，要不要请天尊帮忙，想个退敌之策？杨九妹问道。天尊赐予了我们水跟粮食，已经感激不尽了，不能所有的事情都去求天尊，免得让他生厌，绝大部分事情还是靠我们自己。林楠摇了摇头，什么都依靠天尊，万一哪天天尊不理他们了，又该怎么办？陛下教训的是。杨九妹脸一红，这2天他们需要什么，天尊就赐予什么，已经下意识遇到困难就找天尊，形成了依赖。他把其余几位将军都喊了过来，商量本次的守城之法。就在这时，林楠收到了天尊的信，问他在干嘛。我正与5位将军商量如何守城。林楠收到了天尊的信，问他在干嘛。我正与5位将军商量如何守城。3日后蛮军就要攻城了。林楠给回复过去。苏晨收到信后皱了下眉头，目前大夏与蛮国军力差距太大，他现在恨不得飞去国外，买上几千支机枪传过去，一举灭了蛮军。可他现在连护照都没有，根本来不及了。他拿出手机来在网上搜索一些武器，看到一个老外博主的视频，使用强力复合弓直接穿透了野猪的头部，这玩意杀伤力可以的，但应该不好买吧。第2天早上，他开车来到云海郊区的一个村子里面。苏总真是年少有为，出口哪些国家啊？李总递过来一根烟，出口沙特的。李总点了下头，带着他来到一个大院里面，有生产车间。苏晨看到里面的架子上挂着一排排的强力复合弓。苏总，我们材料用的是碳纤维等复合材料，模具一体热压成型，结合铝合金的滑轮组，能够节省80%以上的力气。李总拿起一个复合弓，对着前面一个铁板射去，砰的一声，1厘米厚的铁板直接穿透。卧槽，厉害！苏晨大为震惊，这种加强复合弓在古代战场上可以完全无视盔甲护盾了。射程多远？在完全拉满的情况下，射程可以600码，500多米。价格多少？1万1把，带20支箭。李总说道。你现在有多少把？苏晨认为价格是不便宜，可真的好用。目前只有200把。苏总如果都要了，我再送600支箭。都要了，这么多东西我车是放不下，还要麻烦李总找车给送到我公司仓库去。苏晨说道。没问题，免费送货卸货。李总看到苏晨都没有讲价，也很痛快，听到他有公司更放心下来。应该是不是瞎搞的？如果是单独要一把的，有可能拿着去干坏事。苏晨付了200万过去，跟李总坐在院子里面喝着茶，看到工人把弓箭装到货车上。苏总，以后有需要可以再来找我，我给你优惠。李总收到了钱，心情也变得很好。你们这产能怎么样？苏晨问道。火力全开的情况，1天生产50把是可以的，保质保量。李总喝了口茶，我再预定300把，你们先生产着。苏晨回到食品厂后，不一会货车也到了。他看着仓库里面对方的复合弓，并没有着急送过去，在网上搜了下教程，打印出来后通过袋子传送过去。200把是少了点，应急守城应该还是可以的。杀贼先杀王，利用复合弓远程优势，出其不意射杀敌军大将。苏晨想了下，又写了一封信过去。林楠与杨九妹等人正在商量对敌之策，如何应对蛮军的下一次攻城。这2天先紧急加固下城墙防御，多打造一些插杆、雷石、雷木等守城器械。大夏的弓箭有效射程为100米，而蛮军的为150米。陛下，此次蛮军攻城势必极其的惨烈，要不您先离开燕京，回到京都。杨九妹建议道。我哪也不去，就在燕城与你们一起。林楠十分的坚定。就在此时，突然从袋子处飞出一把大弯弓一般的东西，这是天尊赐予的。林楠等人大喜，他看了说明书，还有苏晨的书信，满是感动。这东西射程居然能够达到500多米，还说可以穿透铁砧。1天，这玩意有这么强吗？黄忠拿起一把复合弓，拉了下弓弦，皱了下眉头，感觉没有那么大的劲。天尊赐予的东西必然不凡，我们试试。林楠让杨九妹找出2副盔甲叠在一起，放在靶子上。黄忠拿起一支箭，对准后射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箭直接穿透盔甲飞了出去。林楠等人都愣住了，这个叫加强复合弓的玩意太强了，太好了！有了这样的利器，蛮军的盔甲护盾都犹如虚设，可惜就是数量太少了，只有200把。黄忠大喜，爱不释手。天尊说了，让我们杀贼先杀王，若是可以出其不意射杀乌铁骨，这次蛮军攻城必败。林楠笑了下，这倒是个好主意，我们拥有这复合弓的消息绝对不能泄露出去。杨九妹说道，可以找一些心腹练习此复合弓，如果奸细知道了他们有这样的大杀器，告知了蛮军，乌铁骨必然就会有所防范，想要出其不意射杀就难了。天尊，复合弓已收到，如此利器必然能够大杀四方，感谢天尊。不知您喜欢什么，我们也想更好的表达心意。林楠写完信，连同他脖子上的珠宝摘下放在袋子里面。昨晚他只告诉天尊他们在商量守城之法，并没有求天尊出手相助。结
结果天尊还是赐予了这样的战场利器，让他很是感动。苏晨看着银行卡里面可怜的余额，感叹钱是真的不经花。他还打算给林南他们买一些盔甲什么的，这些钱根本不够。就在他想着卖什么东西的时候，看到林南的回信，还有一串珠宝，珠宝甚至都还有体温，应该是他戴的饰品。他没着急回信，将珠宝收起来，把昨天收到的金手镯、镶嵌着宝石的金手链、3串金币拿了出来。金镯内侧有大夏正统9年杨家定制的繁体字样，金手链有则写着大夏正统8年卢家定制，其余3串方孔金币则有正统金币的文字。苏晨带着这几样东西去了马有成那里。小苏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爹是不是收了很多大夏国的东西？马有成看到这些后非常的震惊。苏晨已经卖了2块大夏金条了，今日又拿来这些东西，说不定后续还有其他的玩意，怎么会让他不吃惊？他仔细确定过了，这些东西看起来很新，好像没几年的样子，但以现代工艺很难仿制。更关键的是，没有人会蠢到去仿制没被承认过的朝代古董。有一些吧。苏晨笑了下，说实话，这个手镯与手链比金条都要值钱的多，我现在吃不下，还是得摇人。就是买你第1块金条的唐老，他有那个经济实力，他可是咱们东海省最大的玩家。马有成爱不释手的看着这2个物件，真的非常精致。很快戴着厚厚眼镜的唐老赶了过来，看到这几件物品后，一直赞叹好东西。小苏啊，手镯、手链、3串金币我都要了，一共给你1个亿，你看行吧？唐老问道。这些物件上都有文字，大大增加了价值。随着大夏国的物件现世的越多，就越是能够证明那段历史真切的存在，说不定会有巨大的历史发现。可以，我现在要钱。苏晨点了下头。过了一会，苏晨收到了银行短信提醒，看着后面的一大串零，心情也愉悦了不少。苏晨从马有成那离开后，开车去了家卖防御设备的公司。你好，苏总，我是方薇。女子热情地跟苏晨握了下手。我们主要是生产防弹衣、防弹头盔等各种保护防具，客户主要是欧美、东南亚、中东、南美等。您看下咱们这一款最新的防弹衣。苏晨防护结果很满意，订了5000套防弹衣、5000个头盔，额外给林南买了全套最新科技的防护装备，保护到脚趾。但他一身设备100多万，还有防弹盾牌500块一个，这些东西算下来，一共花了2600多万。块一个，这些东西算下来，一共花了2600多万。苏总，跟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，产品都在装车。方薇很是激动，这么大的单子居然这么快就成交了。苏晨瞥了远处的仓库一眼，我看上面写着是酒精，你们干嘛用的？嗨，这个啊，前2年大流感的事情，还剩下300多箱，一升10块钱，我都要了。苏晨淡淡说道。啊，这方薇犹豫了下说道，一共350箱，一箱子100升，分10瓶，总共35000升，都送您了。苏晨这样的大客户可要维持好关系。林南，这些都是保护你与士兵的装备，比你们的盔甲防御效果更好。最后传过去的那一套全身的防护是为你准备的。你问本天尊喜欢什么，只要是你们的诚意都可以。我倒是对一些比较文艺的东西更有兴趣，比如各类雕像、摆件、把玩件或者顶级的砚台等，都可以的。苏晨想了下，写了封信过去。林南看着堆满屋子的物品惊呆了，他看到上面的说明书，这些东西叫防弹衣、防弹头盔、防弹盾牌，这是软甲吗？向龙摸着防弹衣，跟布做的一样，连块铁都没有，真的可以代替他们的铁甲吗？他们穿的盔甲又沉又重，但很有安全感。这个防弹衣轻飘飘的，能抗住刀剑吗？看上去一刀就能划破。随即向龙拔出长剑来，狠狠地刺下。超乎预料的是，衣服居然一点都没有破。随即他将一个防弹头盔放在地上，狠狠一剑砍下，砰，剑直接断了。林南与众位将军看到后瞪大了眼睛，满是不敢相信，这防御效果也太好了吧！天尊赐予的东西果然都很神奇。他这柄宝剑可是由大夏锻造大师以金铁打造的，锋利无比，没想到连盔甲上一道划痕都没留下。我穿上你再试试。杨九妹拿着一个防弹衣穿上，戴上一个头盔。向龙拿起弓箭，距离他10米，用了3成力气发射，箭射在防弹衣上跌落下来。你没吃饭啊？我都没感觉到什么力道。杨九妹哼了一声，杨将军，我是怕力气大了伤到你。向龙轻笑一声，没事，你把力气加大到8成试试。杨九妹现在对天尊赐予之物莫名的自信。向龙点了下头，再次拉开弓箭射去，砰的一声，箭射在防弹衣上。你这是8成力气？杨九妹皱了下眉头，我都没觉得疼呢。这软甲卸力也太好了吧！如此神奇软甲，如此神奇软甲，太爱了，以后不用再穿厚重的铁甲了。向龙听到后，用尽全力射出一箭，这一箭有点感觉，有那么点疼了。杨九妹笑嘻嘻的把头盔与防弹衣卸下，连声称赞好东西。再试试这个护盾吧，感觉有些轻飘飘的，不太踏实。黄忠拿出他的长弓来，距离3米，拉满弦后射出，砰的一声，箭打在护盾上跌落，护盾丝毫没事。要不拿天尊赐予的复合弓试试看？杨九妹笑着说道。看看天尊赐予的弓箭厉害，还是护盾厉害？复合弓可以轻松穿透2个叠加的盔甲，这护盾怕是顶不住，那就试试吧。林南也很想知道。向龙拿出复合弓来，对准了盾牌射去，砰，箭射在盾牌上，箭头插入进去一点，并未穿透。这盾牌好强，以后咱们不用怕蛮军的箭雨了。卢木兰由衷的赞叹道。再加上5000套的防弹衣与头盔，这次守城的成功率大大提升。如果是军中每人都给配备上这些装备，他们都敢开门杀敌了。天尊赐予的战场之物品绝对不可以落入蛮军手里。林南突然说道。这些装备遥遥领先他们这个世界太多了，战斗前绝对不能让蛮军知晓，否则必有防范。对了，天尊来信说了，他对一些比较文艺的东西感兴趣，比如雕像、摆件、把玩件或者顶级的砚台等。天尊赠予我们这么多好东西，我们也要回报。这些东西京都多的是，燕城里面的一些大家族也是有的。卢木兰说道。我可以派人拿粮食与他们换一些。他想了下，将他桌子上的一个龙形玉璧摆件拿了过来，还有他的一柄短刀，连同2块砚台一起放入袋子里面。
面。天尊真神，我已收到您赐予的防弹1等物，有了这些东西，守城成功概率大大提升，全军都感激您的赐予，先奉上一点小心意，希望天尊喜欢。林南写完信放了进去。苏晨很快收到了林南的回赠物品，还有书信。他拿着短刀，刀鞘上雕刻着天凤图案，镶嵌9颗各色宝石，在刀柄上刻有凤冠女帝文字。噌，苏晨将刀抽出，泛着寒芒。凤冠女帝就是林南吧？苏晨笑了笑，收刀入鞘。单刀鞘上的9颗宝石都价值不菲，整天价值连城。随后又拿着雕刻的玉璧摆件与砚台看了下，都是皇室用品，天价值连城。随后又拿着雕刻的玉璧摆件与砚台看了下，都是皇室用品。1个小时后，玻璃瓶跟棉花仙后到，苏晨将这些连同酒精传送过去。林南，这是制作燃烧瓶的过程，用好了可以焚烧敌人的云梯、工程车等物。另外，酒精如果用不了，一定要放在阴暗处保存，小心着火爆炸。酒精还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苏晨写信仔细叮嘱了一番，又打印了制作燃烧瓶及使用的过程，都给林南发了过去。陛下，乌铁谷派人在城外叫嚣，说话可难听了。一个卫兵前来禀告，满脸的愤怒。如实说便是。林南淡淡说道：“他们说要让陛下给乌铁谷当侍妾，让我们开城投降，就饶了我们，还答应不会屠城。”卫兵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放肆，敢对陛下不敬，乌铁谷该千刀万剐。”杨九妹大怒，其余将军也是一脸的怒容。蛮军竟敢如此羞辱他们，不要生气，乌铁谷这是故意在激怒我们呢，也是想动摇我军心。林南轻笑一声：“我们做好守城准备即可，不必回应。”今天士兵们用粮食换回来10多个摆件与把玩剑，有灵玉的，有精品金丝楠木的，黄花梨与沉香的，还收了2件绝美的瓷器，是2个花瓶，希望天尊能再赐一些水来。卢木兰拿过来一个大木头箱子，里面摆放着今日跟燕城大家族置换的东西。我现在写信请求天尊赐水。林南看了下这些东西，的确都是雅致，做工精美，造型优雅，尤其是2个花瓶，精美程度丝毫不逊色皇室专用瓷器了。天尊在上，燃烧瓶材料已收到，已派人紧急制作，有如此神器，对于我们是莫大的帮助。林南斗胆，请求天尊明天可以赐水，让战士们吃饱喝足上战场。林南写完信后，连同这些东西都放入袋子里面去，又是虔诚的一拜。苏晨收到回信以及回赠物品，看到2个花瓶，眼睛直放光。2个花瓶都高约30厘米，应该插花用的。一个是青花花鸟纹鱼尾瓶，一个青花桃符纹橄榄瓶，底部皆有正统年制的繁体字样，造型优美，灵秀典雅，画工精致。这2个青花瓶太美了，好东西，好东西啊，不比故宫里面的国宝差。单这2个青花瓷瓶，怕都是天价。林南，你们的心意我收到了，很喜欢。明天我去给你们买些储水设备，然后再放水。苏晨将东西都放好后，给林南回信。随后他打电话给一家高档餐厅，点了些丰盛的饭菜。今天又看到新闻，说有人让外卖小哥带他去一家干净的外卖店吃饭，结果小哥想了半天都没想出哪家干净来，食品安全依旧是任重道远。现在他有钱了，给自己与女帝吃好点没毛病。大哥，你自己一个人吃这么多啊？由于苏晨点了3000多块钱的，距离也不远，餐厅派2个服务员亲自开车送了过来。第2天早上，他又订购了20个存水用的大型水窖，然后他写信让林南拿着袋子去空旷区域等着。水窖太高太大了，林南看着眼前20个大水窖、5个小水窖，还有10多盘大水管，不由得万分惊喜。有了这些储水器，可以大大增加水的储备，就没有那么焦虑了。之后，苏晨开始为开古董店做准备，便在食品厂附近找到一个售楼处。你好，先生，你是买房子的吗？一个女销售顾问笑着问道。不买房子。苏晨摇了下头。苏晨。就在这时，正坐着沙发上看户型图的秦如烟看到他，颇为意外。他母亲则是皱了下眉头，一想到苏晨的食品厂就在附近，在这里遇到也是正常的。先生，厕所在右边。销售顾问尽量保持礼貌。我不上厕所，来看商铺的。苏晨说道。哎呀，小苏啊，你要做生意啊？食品厂打算卖了吗？秦母听到后立刻凑了过来。他对食品厂本身没有多大的兴趣，对那块地有兴趣，卖不卖的跟你有啥关系？苏晨冷冷说道。你这个孩子真是没礼貌。秦母被他对了一句，脸上有些挂不住了。销售顾问听到苏晨有厂子，居然是个老板，一下更热情了。以后要是把厂子卖了，说不定来找他买房子呢。东边那个上下2层300平的商铺多少钱？苏晨直接问道。我算算，那个给你优惠完1100万。销售顾问说道。别跟他费劲了，你看他买得起吗？秦母哼了一声。妈，你别说了。秦如烟过来就想拉着妈妈离开。你跟你们领导说下，1000万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签合同，付全款。苏晨淡淡说道。秦如烟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回头看着苏晨，不敢置信。秦如烟与母亲对视一眼，决定待会再走。苏晨已经还了食品厂1000万的欠债，听说又把欠工人的工资也发了，居然还有1000万买商铺，他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帅哥，你说真的？销售顾问看着苏晨，心中有些激动。您请坐，喝杯茶，我去跟领导申请。销售顾问泡了一杯好茶端了过来，兴冲冲的去找领导了。苏晨还不趁机走。秦母看了他一眼，一会人家回来，要是真申请下来优惠，你买不起多丢人。他倒不是好心，就是想探探苏晨的底细，到底有没有实力买。不是，我跟你很熟吗？能别烦我吧？一边去。苏晨皱了下眉头，挥了下手。秦母张了张嘴，憋得脸通红。妈，你少说话。秦如烟叹了口气，因为退婚的事情，苏晨对他们家意见很大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哼，我倒是要看看他是真有钱还是装有钱。秦母气呼呼地坐在沙发上，我都怀疑他是跟踪我们，故意制造偶遇的。秦如烟听到后皱了下眉头，再想起上次在超市遇到苏晨买卫生巾，说不定真是这样。帅哥，我们领导说了，最低价1050万，给优惠50万，已经是他最大的权限了。再想优惠，就要找我们销售部老总才行。销售顾问走过来说道，价格没有达到预期，我先不买了。苏晨摇了下头，这个小区容积率很低，小区住户很少，
商铺很难卖的，他不是很着急，等过段时间再来看看便是了。哼，是买不起吧？我最讨厌没钱硬装的人。秦母抓住机会，狠狠讽刺了下。今天苏晨2次对他，让他很难受。这位大妈，我有钱没钱与你何关？苏晨淡淡说道。不是，你说是大妈呢？秦母直接破防。她才40出头，保养得极好，平日里很多年轻小伙都喊她姐姐的。这一声大妈，直接让她绷不住了，这就急眼了。苏晨喝了杯茶，你闺女都这么大了，你不是大妈谁是大妈？秦母恼羞成怒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。帅哥，咱们以和为贵，价格你再考虑。嘎吱！就在这时，一辆宾利停在售楼处门口，一个20多岁的女子从后座下车，身高约1.7米，2条雪白的大长腿延到裙子深处，胸前饱满圆润，身材极好，五官精致，戴着墨镜，丝毫不比一线女星逊色，一身高奢定制，气场极为强大。老板，销售主管看到他来，急忙一场极为强大。老板，销售主管看到他来，急忙迎了上去。今天看房的客户不多啊。女老板扫了销售大厅一眼，他们这个盘品质很好，一直不降价，比周围盘一瓶贵3、4千，所以一直还没有清盘。苏晨，女老板摘下墨镜走了过来。李韵然，怎么是你？苏晨也有些意外，李韵然是他大学同学，以前从未见他这样穿过。大学时期真是太低调了，他们都刚毕业，李韵然肯定是继承家里的产业。一想到这里，难免心痛，再次问候了王有贵。都是继承者，结局差距太大了。毕业后闲着没事，前2天老爷子让我当销售部的老总，我也是玩玩嘛。李韵然笑着说道。怎么，你要买房子啊？他知道苏晨的底细，云海的富二代，母亲是本地有名的企业家，可惜后来夫妻2人出事了，苏晨备受打击，那段时间精神都出了问题。昨天他听家里人说，苏晨被他亲舅舅给坑了，把产业都给抢走了，买个商铺。苏晨笑了下，李韵然拿起他手里的户型图看了下，又问了销售主管，再减免100万，950万，可以吗？李韵然笑着问道。太可以了。苏晨大喜，没想到这么给力，可以什么？买得起吗？装！秦母嘀咕一声，他看到李韵然长得比自己女儿漂亮不说，身材还那么好，现在心里酸得很。这位大妈是谁？李韵然皱了下眉头，有些不悦。谁是大妈？谁是大妈？你们就这态度，难怪房子卖不出去。秦母彻底破大防，大声嚷嚷着。秦如烟满脸的尴尬，急忙拉着他走了。不是，他们谁啊？李韵然问道。我前未婚妻跟他妈已经取消婚约了。苏晨简单把事情说了一遍。我以为是谁呢？原来是秦家，这几年拿了你们家不少的项目，赚了点钱，结果转头把婚约取消了，真是有意思。李韵然很生气。苏晨听到后眯了下眼睛，想要拿项目，就必然要王有贵同意才行。如此一来，王有贵抢夺他们家的资产，秦家在里面又扮演了什么角色？恶人自有恶人磨，他们会有报应的。苏晨冷冷说了一句，随即付款签合同。你买商铺打算干嘛？李韵然有些好奇。弄个古董店，以后多来捧场。苏晨笑了笑，没问题。李韵然点了下头。苏晨父亲是著名的历史学家，看来他继承了父亲的天赋。我一会还有事，改天请你吃饭。苏晨倒不是客套，是真的有事。行，到时我可要好好宰你一顿。李韵然答应下来。苏晨与他告别，回到食品厂，看到水流从水龙头涌出，进入袋子消失不见，不由得开心。等到4点多，肉跟馒头等全部到达，苏晨把水关了，先给林楠写了封信过去，让他准备好接收肉等物品。第2天早上，天蒙蒙亮，林楠小皮娘，快点投降，来跟我们大将军上床。3000蛮军士兵率先来到城墙下叫嚷着，守城大夏兵士大怒，但没有命令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大夏士兵们听着，今日燕城必破，叫你们陛下前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乌铁骨声音洪亮，充满威严。他注意到守城的士兵们居然都没有穿皮甲，难道都煮了吃了？等你多时了。林楠出现，站在城墙上，他穿着一身白色战袍，手持长剑，英姿飒爽，亮绝四方。衣服里面穿了全套的防弹衣，武装到了脚趾。自从有了天尊赐予的软甲，再也不想穿厚重的盔甲了。林楠，我知道你是被狗皇帝灵气镇推上皇位的，我很佩服你，但成你是守不住的，不如跟了我，把我伺候舒服了，我就饶了你们，如何？乌铁骨大笑着说道。汝等本事难瞒，100年前因内部争斗，族人逃命到大夏，祈求庇佑，未曾想到如今竟掠夺了大夏城池，奸杀掠夺，汝等罪行罄竹难书，人神共愤。今日我大夏女帝林楠在此宣誓，与众战士共守城池，人在城在，犯我大夏者必杀之。林楠长剑指着乌铁骨，一脸的杀气。战士们深受鼓舞，一个个杀气腾腾，准时准备战斗。哈哈，弱肉强食，天道如此也。乌铁骨策马向前，停在距离城墙200米的地方，20多个副将紧随其后。大夏的弓箭攻击距离有限，他们很安全。大夏建国已200余年，已腐败不堪，天怒人怨，自取灭亡罢了。乌铁骨大声喊道：“林楠，我看你长得如此白净漂亮，都迫不及待的想看你在我脚下应替求饶的可怜模样了。”啊哈哈！副将们也都大笑起来。大夏的娘们就是手，一想到如果大将军把女帝玩腻了，说不定还能赏给他们玩玩，就更兴奋了。无耻！林楠接过杨九妹递过来的加强复合弓，对准了就更兴奋了。无耻！林楠接过杨九妹递过来的加强复合弓，对准了乌铁骨。哈哈，哪来的奇怪弓箭？况且就你细胳膊细腿的，能拉得动弓吗？来射我呀！乌铁骨丝毫没有畏惧，甚至张开双臂嘲讽着。他穿着锁子甲，安全的很。那我就杀了你！林楠猛然拉开弓，射了出去。嗖！箭在空中划过一道寒芒，瞬间穿透了乌铁骨的心脏，定在地面上。乌铁骨低头看了一眼伤口，根本不敢相信，什么箭居然可以穿透他的锁子甲。扑通！乌铁骨从马上栽下去，吐口鲜血而亡，死不瞑目。大将军，众多副万分惊愕，就要下马去抢乌铁骨的尸体。此时城墙上出现了100多个女兵，皆手持复合弓，朝着那些蛮军副将们射杀而去。后撤！一个个副将被箭射杀，盔甲犹如纸糊的一般，根本没有防御之力。有2个副将跑得快，
逃到了500米开外的大军之中。父亲，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将军看到前面乌铁谷倒下的尸体，大声嘶喊着，身边人急忙拉住他，不让他冲动。少帅，不可冲动啊！对方的弓弩力道惊人，我们的盔甲根本防护不住。侥幸讨回来的副将心有余悸，他们的弓弩必然不多，否则前几次战斗早就用了。乌少图擦了擦眼泪，推开那些拉着他的人，满是戾气。父亲就这么死了，要让燕城所有人陪葬。全军听我命令，攻城，一旦城破，鸡犬不留，全部杀光。乌少图拔出长剑，下达了命令。他们拥有绝对的人数优势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把燕城给推平了。蛮军弓箭手率先对着城墙上的人发起了攻击，面对着漫天箭雨，大夏士兵举起盾牌，毫发无伤。在箭雨的掩护下，蛮军的工程车、云梯等在迅速朝着城墙靠近。第一个率先登上城头的，抢千金，杀光他们！乌少图近乎疯狂。乌少图从未想过，战神一般的父亲会死得这么突然。陛下，动手吗？杨九妹低声问道。再等等，听我命令。林南盯着不断靠近的蛮军，隐约有些兴奋。杨九妹看到他的神情，暗叹一句：陛下真是天生适合战场。守城战士们，燃烧瓶准备！林南看到蛮兵到达城墙后，沉声喝道：砸！早就跃跃欲试的士兵们听到命令后，立刻将脚下的燃烧瓶点燃后拿起来狠狠地砸。了下去。漫天的燃烧瓶扔出，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着绚丽的光芒。砰砰砰！燃烧瓶爆炸声不断，工程车、云梯等迅速燃烧起来，很多蛮兵也被点燃，从云梯上跌落下去，惨叫声不断。一些燃烧瓶被扔到了蛮军弓箭手区域，很多士兵被点燃，彻底引发了恐慌。凄惨的哀嚎更是让人在大热天里面心生寒意。就在此时，从城墙上飞下漫天的箭雨，蛮军死伤无数。林南让士兵们用的是普通弓箭，并非复合弓。攻城的蛮兵距离这么近，普通弓箭足矣了。城墙下成为一片火海地狱，蛮军不是被射死就是被烧死。少帅，工程器械都着火了，今日怕是攻城无望，咱们先撤回去，从长计议吧。蛮军将领劝说乌少图，大夏士兵手里扔下来的东西太可怕了，砸在地上就会产生爆炸，引燃一片。他们又没有水灭火，很多眼睁睁地看着士兵活活烧死。父亲，乌少图看到乌铁谷的身体也正在熊熊燃烧，紧紧握了握拳头，没想到连父亲尸体都无法带回。少帅，大将军在烈火中去世也好，不用担心尸体被大夏羞辱了，咱们还要从长计议，先撤兵吧。林南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我一定要砍下你的头颅，祭奠我父亲。乌少图看着站在城墙上的林南，猩红着眼睛吼道：你说什么？我们陛下听不清，让你往前200步回话。杨九妹扯着大嗓门喊着：目前乌少图不在复合宫的射程内，得忽悠他往前走走才行。如果乌少图也死在这里，蛮军必然大乱。少帅，不可前去，大夏那厉害弓弩不知道射程多远，别上当，咱们还是先撤兵，回去商量破城之法。一个将军急忙劝说道：撤！乌少图咬牙切齿的大喝一声，率领大军狼狈而逃。赢了！陛下万岁！天尊无量寿福！陛下万岁！天尊无量寿福！大夏守城战士们欢呼雀跃起来，第一次打这么轻松的仗。这次蛮军损失惨重，不仅死了主将乌铁谷，还死了诸多副将，被烧死或者射杀士兵5000余人，工程器械皆被烧毁，短时间无法再攻城了。而大夏这边没有一个人受伤，即便有些士兵被蛮军射中，都被防弹衣与头盔挡下，毫发无伤。等火灭了，把加强弓箭的箭头捡回来。林南叮嘱了一句，苏晨心情很忐忑，一直守在袋子旁边。就在此时，一封书信飞出：天尊真神保佑，今日我们大获全胜。乌铁谷被我用天尊赐予的复合弓射杀，蛮军攻城器械皆被燃烧瓶焚烧殆尽，此一役杀敌5000余人。苏晨看到内容，不由得松了口气，脸上带着笑容，但他很清楚，蛮军不会轻易放弃的，必然还要卷土重来。苏晨给他回了条消息，先是恭喜他们大获全胜，今日会给他们赠送肉与粮食等，犒劳大军。他心情变得极好，拿出电话打了出去。前2次买那么多肉，认识了几个大老板，打个电话就给送过来。林南看着院子里面堆满了各种的物品，满是震惊。除了肉与粮食外，还有很多未曾见过的东西。这上面写的是啤酒，居然是酒！林南指着一箱子上面的字说道：酒。黄忠听到后，立刻撕开一个箱子，拿出一个玻璃瓶来，他用力直接给拧开了，仰头喝了一口，爽！黄忠打了一个嗝，只感觉到全身的暑气去了一半，从未喝过这样的酒。卢木兰打开一箱，看到一盒东西，这玩意真的是牛奶吗？他很是好奇。这次他学聪明了，先仔细看下包装，才拿吸管戳破盒子上，轻轻捏了下，奶白色的液体喷了出来，真的是牛奶，太好喝了！通知下去，今天大军吃水饺、吃肉、喝酒。林南笑着说道，拿出1万斤肉来做成炉子，发给城中百姓1人1碗肉卤面条。今日大胜，天尊犒劳大军，也让百姓吃顿好的。2个时辰后，整个军营散发着肉香，战士们大口吃着肉，喝着啤酒，一个个极其的兴奋。大夏国这几10年来一直被蛮国等欺凌，今日终于打了一个漂亮仗。陛下，这是我们对您对天尊真神的一点心意，希望您可以收下。一个老者说道，感谢天尊与陛下赐予的食物，我们才得以活下来。谢谢你们的心意，但东西我不能白拿。林南吩咐杨九妹派人去拿粮食。而此时蛮军大帐内气氛很压抑，大夏军队为何突然变得那么强？他们的装备都是从哪来的？让更多的密探想办法探查清楚。乌少图脸色一寒，另外派人去砍伐树木，打造工程器械，等我们整顿之后，就要再次伐树木，打造工程器械，等我们整顿之后，就要再次攻城，为父亲报仇。他们依旧占据着人数的巨大优势。这次林南守住了城池，但不代表赢了。看谁笑到最后。苏晨收看到林南的回信，还有一堆东西，有精致的瓷器，有上好砚台，极品金丝楠木的佛像雕刻件，大大小小的约有30多件，都是精品。根据林南的内容，这些都是城中百姓的心意。感恩天尊，看来古董店要尽快开起来了。今天累了吧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苏晨
晨给回了封书信，晚安。林南收到信后，对于这个新词念了一句，感觉这个词很精髓。谢谢天尊，晚安。他给回了信，脱掉亵衣，换上蚕丝睡衣。记得第一次亵衣放在牛皮袋子里面，应该是在天尊那。想到这里，他脸色一红，不知道天尊怎么处置的。他拿着刚脱下来的亵衣，想要放在牛皮袋子边上的竹筐里面，不料一个踉跄，衣服飞了出去，不偏不倚，亵衣掉到了牛皮袋子里面。啊！林南懵了，站在那里，又羞又是恐慌。天尊不会生气吧？苏晨正在玩手机，牛皮袋子放在枕头旁边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衣服飞出来，盖在他脸上。什么东西？苏晨拿起来看了一眼，神色变得有些玩味，还带着体温的真丝亵衣，上面有金线缝制一只凤图案，必然是林南穿的。只是他此举何意？这么奔放吗？东西收到了，睡吧，不用回了。林南收到信，脸涨得通红。好在天尊没有生气，难道他真喜欢这种东西不成？如果不喜欢，为何不还给他？他又不敢直接问，在纠结之中缓缓睡去了。第二天，苏晨约上父亲的朋友在饭店研究古董店的装修。就在此时，走进来一个高大壮实的男子，揽着一个高挑妖娆的浓妆，穿着黑丝袜的精神小妹，正是王有贵的独子王虎。哎呀，这不是废物吗？王虎看到苏晨，嘲讽道：“自从他老爹把苏晨家的资产都搞过来后，他就成了富二代了，再也无需对着苏晨迎着笑脸了，还要当着面嘲讽他。你妈的，想挨揍是吧？”唐磊蹭的下站起来，握了下拳头：“大哥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敢打我吗？来，给我一拳！”王虎把脸伸了出去：“你信不信？你敢打我一拳，我就有办法让你3代没法考公。”唐磊听到后犹豫了下，想到家里2个孩子，还是强行忍着算了。中年人的软肋实在太多了，不敢打，不装逼吗？王虎指着他们得意洋洋：“几个废物玩意，看看你们这衰样！”砰！就在这时，苏晨却猛地一拳砸在他左眼睛上，王虎哎呦一声，捂着眼睛连连后退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眼泪不断流出来。苏晨诧异地看了下自己的拳头，什么时候自己力气变得这么大了？唐磊与马有成大惊，对视一眼，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冲动，现在打架后果可非常严重，为他感到担心。苏晨，你敢打我，找死！王虎没想到他真敢动手，挣扎着站起来，气冲冲的就要还回去。不要打架，文明社会有话咱们好好说。唐磊看到后急忙劝架，抱住王虎的双臂，砰！苏晨又是一拳砸在王虎右眼睛上。卧槽！王虎眼泪横流，无比震怒，这尼玛不是劝架，是在合伙揍他！我要报警了！女子看到后急得直跺脚，拿出手机就要报警。别报警！王虎急忙喊道：“如果他把苏晨送进去了，老爸估计会骂他的，外人也会戳他们脊梁骨，说他们做事太绝，抢了人家的产业，还要把人送到监狱里面去。他有的是办法对付苏晨，到时候找几个混混，好好的教育教育苏晨就是了。这个事情他不打算让老爸知道。你麻痹的放开我！”王虎挣扎甩开唐磊，2只眼睛都肿胀起来。苏晨，你有种，敢打我，你等着！王虎2个眼圈黑黑的，指了下苏晨，愤愤离去。你真厉害，知道他不会报警吗？马有成对着苏晨竖了一个大拇指。那倒不是。苏晨笑着摇了下头。我爸妈去世那年，对我打击很大，精神上出现了问题。王有贵带我去医院检查治疗，还给开了精神病证明。别说打他，打死他都没事的。苏晨打了王虎2拳，感觉很出气。如果母亲知道舅舅一家变成这个模样，不知道该多伤心。第二天，苏晨追加了大量的复合弓和防弹衣。方薇接到电话后，立刻让司机送他来到食品厂，还带了2个保镖。将近2个亿的超级大单，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差错。苏总，这是送您的一点小心意，别嫌弃。方薇在收到4000万的预定款后，送了苏晨一个价值3万块的无人机，还有1箱子防身电棍。谢谢。苏晨将东西收下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大门突然有人敲门。苏晨，你麻痹的开门，老子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大门突然有人敲门。苏晨，你麻痹的开门，老子有事找你。外面人一边大声敲门，一边大骂。苏晨打开监控看了下，外面5个混混拿着棍棒。苏总，你是有麻烦吗？方薇问道。有几个混混，估计是有人派他们来打我的。苏晨笑了笑，交给我处理吧。方薇走到会议室门口，对门外2个保镖叮嘱了几声。2个人高马大的保镖走到大门外，冷冷地看着混混们。操，王少也没说他有保镖啊。5个混混有些懵逼，朝着不远处的奔驰车看了一眼。尽管揍，我加钱。王虎在车里喊道：“兄弟们，上！”5个混混听到加钱后来劲了，挥舞着棍棒砸了过来。可不到3分钟，5个人全部倒在地上，哭爹喊娘的。我们老板说了，以后谁再敢对苏老板不敬，打断你们的腿。我们老板是方家，得罪苏老板就是与我方家为敌，滚远点！保镖冷冷喝道。5个混混连滚带爬地上了奔驰车旁边的宝马车，疾驰而去。王虎看到后立刻驱车跟了上去。王少，你提供的信息不对，看那2个家伙把我们给打的，你得再给10万块钱。你们事都没办好，还好意思加钱？那不赖我们，你也没说人家有保镖啊，身手还那么厉害，绝对的练家子。混混哼了一声，10万块钱医务费不贵的，我们打不过那2个保镖，但是打你们，呵呵。王虎看到情况不对，脸色变了变，行，算我倒霉，钱给你们。王虎从包里拿出10沓钱来，扔了出来。谢谢王少。方家，苏晨什么时候跟方家有交情了？王虎在车上点上一根烟，无比的郁闷。谢谢你帮我解决了大麻烦。苏晨看到监控里面保镖把混混们打跑，很是感谢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我建议你也请个保镖。方薇笑着说道。之后，苏晨找到唐老出手那一对精美的花瓶，唐老痴迷的看着花瓶，直接开价4亿，成交。小苏，这笔钱我给你2个选择，一个是给你一台莱斯幻影，开了不到3万公里，正常2手车市场价也能卖600-700万，你如果愿意要就给你了，不愿意我直接付你500万。唐老指了下窗外停在院子里的一辆豪车，尾号是7777，这车为啥不开了？苏晨看到一辆银黑双拼的幻影，十分的霸气。上个月劳斯莱斯 4S 店的老板又抵债给我一辆全新的幻影，唐老有些无奈，现在钱真的难要。不过能够收到抵债的东西也算是不错了。原来如此，苏晨想了想，有点纠结。
姐，车牌给带着吗？苏晨笑着问道。你这算了，都给你吧。唐老豪爽的笑了一声，这车牌号也很值钱的，谢谢唐老，那车我要了。苏晨笑了笑，你小子占了大便宜了。马有成极其的羡慕。苏晨开着劳斯莱斯往回走，发现居然没有人加塞了，不由得感叹，有钱的感觉真是好。他转过进入一个小路的时候，前面有一辆路虎车逆行而来，还对着他狂按喇叭。苏晨皱了下眉头，对方是逆行，居然如此的嚣张。妈，你就退一下吧，你是逆行啊，况且人家开的是劳斯莱斯。秦如烟坐在后座上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，这几年家里公司业绩极好，妈妈也是膨胀了。劳斯莱斯怎么了？我现在着急上厕所，快憋不住了。秦母哼了一声，可劳斯莱斯丝毫不退，甚至开过来堵住他了。苏晨，秦母看清楚对面车司机的相貌后，惊讶的长大了嘴巴。秦如烟听到后猛地朝着前面看去，还真是他怎么开上劳斯莱斯了？哼，苏晨是找了一个司机的工作啊，少有劳斯劳斯的老板亲自开车的。秦母哼了一声，当个司机把自己牛的。妈，你就回到正道上吧，咱们逆行，苏晨估计不会让的。秦母哼了一声，下车敲了下苏晨的车窗，你赶紧让开，我有急事。等苏晨把车窗降下来，秦母冷着脸说道，不是，大妈你谁啊？你是逆行知不知道？苏晨都快被气笑了，你不要以为给大老板当司机就牛了。秦母咬牙切齿说道，就你这样的人，难怪被你舅舅夺走了财产，你根本就守不住，知道吗？你就是注定一辈子的穷鬼命。如果苏晨让开，他现在估计快到公共厕所呢。司机怎么了？凭自己本事吃饭不丢人，无视交通规则逆行才丢人。苏晨听到他误解自己是司机，也没有解释，没有那个必要。你再不让我撞了，信不信你们老板抽你？秦母感觉自己真的快憋不住了，那你撞吧，你要是不撞，我真瞧不起你。苏晨丝毫不惧，秦母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跟秦如烟叮嘱了几句，然后一路小跑到下面小树林去了。秦如烟急忙来到驾驶座上，一顿操作，勉强挤回到正常行驶的路上。苏晨疾驰而过，都没有看他一眼。过来10多分钟，秦母才上车。现在的蚊子都疯了，我蹲这么一会，屁股上被叮了7、8个包。秦母上车吐槽。此时的林南正在下达着下一步指令，突然不远处的军营突然传来了爆炸声，不好！林南脸色一变，立刻提着佩剑就要赶过去。陛下，您不要过去，我过去看看什么情况。黄忠急忙说道，现在军营里面肯定发生了骚乱，陛下还是待在这里安全，万一奸细在慌乱之中刺杀陛下就不好了。他与向龙还有韩坚立刻出门，骑马奔腾而去。陛下放心，有可能是走火了。卢木兰说道，但他知道如此大的动静，怕不是走火那么简单了。过了一会，向龙乌头灰脸的回来，陛下，有5个奸细杀害了3个看守燃烧瓶的兵士，将燃烧瓶给点燃了，发生了爆炸。向龙脸色阴沉，蛮军必然会知道燃烧瓶被炸毁，一旦工程器械打造完成，怕是就会攻城了。杨九妹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，本来大家信心满满的可以守住城池，蛮军再来就让他们再尝尝燃烧瓶的味道。我给天尊写个书信吧，祈求他能不能再帮忙赐予。林南轻叹一声，燃烧瓶实在太好用了，他目前找不到其他的替代品，于是虔诚的把此事简单写了下，祈求天尊再赐予一些燃烧瓶。他从内屋拿了5个金锭，一起放在袋子里面。苏晨收到书信，没想到蛮军如此的狡猾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采购大量的酒精。当然了，其实用煤油或者汽油代替酒精效果更好。云海倒是有一些民营的炼油厂企业，我去，我怎么忘了？我家也有一家炼油厂的。苏晨一拍脑袋，他想了想，立刻拿手机找出一个号码打了出去。挂完电话后，将5个沉甸甸的金锭收起来后，挑了一个手串开车出去。小苏，你买这么多汽油干嘛？不会要报复王有贵吧？在一家茶馆包间里面，一个中年男子小声问道，一张嘴就要30吨汽油，这么大的量是要干嘛？如果打算烧死王有贵，没必要搞这么多，几升就足够了。宋叔叔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情。苏晨看着宋钱，你知道我从小喜欢鼓捣一些发明，我最近做了一些火箭，需要汽油作为推进器的燃料，我就一次性多买点。宋钱看着他，神色有些复杂，看你小子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差点就信了。我这有些复杂，看你小子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差点就信了。我绝对不会做坏事的。苏晨从包里拿出一个黄花梨的手串，我记得宋叔对文玩很在行，收拾东西发现一串送您了。宋钱看到后眼睛都亮了，拿过来反复观看，上好的黄花梨，这东西估价至少得30万。小苏啊，这东西太贵重了。宋叔，这种东西喜欢的可能值2个钱，对于不喜欢的就是木头珠子。苏晨把他手给推回去了，况且炼油厂本就是我家的，我早晚会让王有贵滚蛋，拿回原本就属于我的公司，到时候你就是集团副总。他母亲创办了20多家企业，炼油厂只是其中一家而已，那我就帮你一回。宋钱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把黄花梨手串戴在自己手上。第2天早上，苏晨让人把汽油卸装到3个水窖里面，连同玻璃瓶一起传送过去。他给林南写了一封信，让他注意防火，汽油也是很容易燃烧爆炸的。很快就收到林南的回信，对他表示了万分的感谢，并说自己之前祈祷的时候发誓过，会以身奉神，天尊有什么需求都可以跟他提，他都会竭尽全力满足，只求天尊能够眷顾大夏。苏晨看到回信笑了笑，不知道林南若知道他的天尊真神是个比他大几岁的年轻人，会什么表情。当天夜里，乌少图便率军兵临城下，随后一声令下，战士们为了荣华富贵，冲啊！便有3000工程打头兵扛着云梯，推着工程车等，无比顺利的到了城墙下。但燕城城头像是没人一样，乌少图来不及多想，立刻命令3万兵士跟上，开始登城。弓箭手们同时来到距离城墙200米内，随时准备发射掩护战友登城。可下一刻，突然刺眼的光芒亮了起来，城墙上挂着30多盏明亮的大灯，照得城墙下如同白昼。蛮军一脸的懵逼的抬头望去，怎么天突然亮了？看着城墙上一个个的大灯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不是蜡烛，也不是油灯，大风吹着也没丝毫的影响。大晚上偷摸的想工程啊，长得挺丑，想得挺美。女帝林南出现在城头上，俯视着乌少图他们。林南，今晚必是你与全城人的死期。乌少图
图看到他大怒，待我抓住你，先将你玩腻后，任由大军战士将你蹂躏致死，再砍下你的脑袋祭奠我父亲。他不知道这些灯是什么回事，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。狂徒满嘴污言，狂徒满嘴污言秽语。我大夏有天尊庇佑，今日同样会打败你们，不久还要把你们这些蛮人逐出大夏。林南大声喝道，英气勃勃。乌少图距离很远，应该超出了加强弓的射程，否则一箭射杀。希望城破之时，你嘴还那么硬。攻城！乌少图下达了命令，同时让弓箭手射箭掩护，扔燃烧瓶。林南冷冷喝道。大夏守城士兵在护盾的遮挡下，将燃烧瓶点燃后狠狠扔下，轰然一声，瓶子爆开，将攻城器械以及周围蛮军点燃。乌少图抬头看到漫天的燃烧瓶从城墙抛出，落下，破裂，爆开，登云梯、工程车等很快点燃，化作熊熊烈火。无数战士身上着火，发出惨烈的叫声。除了靠近城墙最近的3万多战士现身火海外，就连弓箭手队伍也未能幸免，惨叫声不断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大夏兵士开始居高临下的射箭，不是被烧死的，就是被射杀的。让我来！杨九妹拿着一个点燃的汽油瓶子，用尽全力扔了出去。砰！瓶子距离乌少图战马5米的地方落下，炸开，火焰在空中爆裂，随即消失。战马吓了一大跳，差点失控。乌少图急忙紧紧地拉住缰绳，看着前面在火海之中痛苦挣扎的战士们，牙都快咬碎了。大将军，我们撤吧！副将急忙说道。就这么一回，就3万多人死于火海，太可怕了！难道大夏真的有天尊相助吗？有这样的燃烧瓶，守城不要太简单了，闭着眼睛往下砸就行了。他们的弓箭对于守城士兵毫无作用，对方的盾牌可以轻松挡下，身上的软甲也丝毫不惧。这一次，对方又是零死亡，乌少图也彻底的惊住了。围困不好使，不知道大夏哪来的水跟粮食，吃的比他们好多了。强攻不好用，对方的燃烧瓶落下就是一片火海，根本扛不住，除非让士兵们继续消耗下去，让燃烧瓶消耗完。可谁知道对方有多少燃烧瓶？撤！乌少图看了一眼火海，策马转身离去。赢了，我们又赢了！大夏守城战士们欢呼雀跃，连续2次大胜，完全将他们的自信给打出来了。陛下万岁！天尊无量寿福！整个燕城又充满了兴奋的欢呼声。林南看着城下的熊熊大火慢慢消散，这次一举灭杀3万多蛮族大军。林南看着城下的熊熊大火慢慢消散，这次一举灭杀3万多蛮族大军。大夏又是0伤亡，如此战绩，绝对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一切都要感恩天尊，若不是他赐予的这些东西，今日城必破。此战后，或许真的可以转守为攻吗？林南嘴角扬起一丝微笑。林南迫不及待地写信，把大获全胜的消息告知身处现代给他们送物资的苏晨。林南，你做得很好。后续蛮军若是选择不再攻城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苏晨收到书信后，他回了一封：天尊，我想等复合弓与软甲等全部倒齐后，再进行反攻，这样战士们的战斗力与防御都有极大的提升，可以提高杀敌效率，降低死亡率。林南并不打算立刻乘胜追击，蛮军2次惨败，死了4万人左右，可依旧有16万大军，若贸然出去战斗，怕是会适得其反。没问题，等明天我赠送你一件好东西，到时候你派人好好学学，若是学好了，在战场上有大用处。苏晨回了书信，就是不知道无人机在那边能不能飞，因为不确定那边有没有 GPS 信号。第2天上午，苏晨打算买个手机给林南，到时候把无人机学习视频给他下载下来。苏晨，是你！一个女销售看到他，惊喜地喊了一声：“韩有容。”苏晨看到一个身材极为爆炸的女子，有些意外，这是他初中同学，没想到长这么大了。上初3的时候，他是班级里面的纪律委员，对苏晨很有好感。有一次，他偷偷地写了一封情书给苏晨，结果没想到这货居然跟他说，将他名字从班级违纪名单里面划掉，否则情书他就对外公布。那一刻，他感觉自己碎掉了。那件事情你还记得呢？当时小不懂事，苏晨很是尴尬地摸了摸鼻子。这样，正好快到午饭点了，我请你吃大餐，咱们去4楼的夏宫海鲜店吃饭，随便你点。苏晨说道。真的假的？韩有容倒是有些意外，夏宫餐厅很贵的，人均1000多，他都没去过。当然是真的了，就当是给你的补偿了。苏晨笑着说道。你先帮我选个手机，电池容量够大的，散热好的就行。很快菜上全了，很是丰盛。苏晨。就在此时走过来2个高挑的女生，一个大波浪女生看到苏晨很是惊讶，又看了下旁边的女生一眼。如烟，他不是你未婚夫吗？怎么跟别的女人吃饭？秦如烟脸色有些尴尬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苏晨。最近2人相遇的频率真是有点太高了，我们已经取消婚约了。秦如烟低声说道。此时她连闺蜜都没说过，她是不是出轨了啊？大波浪瞪了韩有容一眼，注意到她的高傲耸立。秦如烟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总不能说因为她家里嫌弃苏晨穷才分手的吧？苏晨，如烟那么好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你可真是个渣男！我说大姐，你搞清楚状况再来喷我，我家里的产业都被我舅那个混蛋抢走了，就留给我一个倒闭的食品厂。秦如烟家嫌弃我了，主动提出取消婚约的，你知道个毛线啊！就在这出头避避。那我问你，在没有取消婚约前，你俩是不是就有一腿？那天你在超市里面买卫生巾，是不是给他买的？秦如烟鼓起勇气问道。绝对不是，我们是初中同学，今天毕业后第一次遇到。韩有容摇了下头，急忙说道，同时心中也好奇，他到底是给谁买的卫生巾？那是谁？秦如烟咬了下嘴唇，你不就是想确定我取消婚约前出轨了吗？好给自己找个心安理得的借口。苏晨看着他，完全没有那个必要。我那天都说过了，婚约取消，一拍两散，我的事情也不用你操心。我只能告诉你，他比你强100倍，你满意了不？我只想你给我一个痛快话，有这么难吗？秦如烟咬了下嘴唇，我为什么要让你痛快？苏晨看着他冷笑一声，你们让我痛快吗？他爸妈因为救秦如烟去世，结果秦家如此待他，在他最落魄、最需要安慰的时候，却被狠狠地插上一刀。秦如烟一时间无话可说，只觉得委屈，眼泪在打转。苏总，你也在这里吃饭呀？有麻烦吗？就在这时，方薇从包间里面走出来，注意到这边动静，没想到
是熟人，苏晨刚给他这下了小2亿的单子，谁敢动他，他就动谁。没事，这妖巧。苏晨对着他笑了下，跟朋友吃个饭，如果您有什么麻烦，我很愿意帮您解决。方薇看了一眼秦如烟两人，若不是看到他们是2个女生，没有太大威胁，否则早就叫保镖过来了。你是方家大小姐？方薇。秦如烟看着他有些吃惊，你认识我？那就别找苏总麻烦，否则就是给我找麻烦。方薇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秦如烟不由得后退一步，我们走。秦如烟拉着大波浪走了。回到家里后，把如何操作无人机的详细教学视频下载到手机上。他有些好奇，女帝陵南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想到这里，有些激动起来。苏晨写了一封书信，连同手机无人机一起传送过去。过了一会，他拨打新手机号，提示不在服务区，那边世界果然没有手机信号。这个东西叫手机。陵南收到了手机与无人机，看到苏晨写的书信，满是好奇。根据苏晨的使用说明，点开一个视频。C 站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博主阿 B， 这次给大家详细讲解小白如何操控无人机。下面陵南吓了一大跳，这东西里面居然关着一个穿着奇怪衣服的人，不仅能说话，还能动。陛下，卢木兰直接推门而入，他听到陛下房间里面突然有男人的声音，来不及多想就闯了进来。看到屋内除了陛下外，并没有其余人。陛下手上拿着一个奇怪的东西，不断有男人的声音发出来。他旁边还有一个包装盒子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木兰，你过来看。陵南对他招了招手。卢木兰走过去，看到陛下手里的东西里面居然有个小人，立刻杀气毕现，就要抽剑。不要慌，这好像是跟皮影戏一样的东西，并非真有人在里面。他在教我们如何操控无人机。陵南指了下身边那个大盒子，卢木兰小心地拆开，看到一个像风筝一样的东西来，还有一些小东西。这个东西叫无人机，会飞。你看，陵南看到视频里面无人机飞到了高楼之上，这就是天尊生活的世界吗？楼那么高，卢木兰注意力却放在了高楼大厦上，深深的震撼。陵南也注意到了，震惊的无以言表。高楼大厦冲云端，果然是神仙生活的世界。两人一起看完了长长的视频，一致觉得这个东西的确是不好操控，可若是掌控了，绝对也是战争利器，完全可以操控无人机去侦察敌人情况，一举一动皆在他们掌控之中。这东西太逆天了，要不咱们试一试？卢木兰蠢蠢欲动，掌握操控无人机对于以后战斗有着太大的作用，诱惑太大了。你先仔细看教学，按照他教授的一步步来。陵南叮嘱了一句，这东西一看就很珍贵，可千万别出问题。卢木兰把无人机拿到院子里面，开机后显示蓝牙与手机已经连接上。陛下，你看，飞起来了。卢木兰操控着无人机起飞。陵南看到手机屏幕上出现了木兰操控着无人机起飞。陵南看到手机屏幕上出现了画面，自己与卢木兰也在其中。他刚才看到教学视频，知道无人机上有个叫摄像头的东西，用来拍摄到画面。不好！陵南抬头看到无人机居然倾斜下坠，卢木兰忙操控手遥控手柄，可无济于事，无人机还是重重跌落在石头上，摔飞了很多零件出去。陛下，臣有罪，损坏了天尊赐予之物，请重罚。卢木兰见状，扑通一声跪下，你起来吧。天尊书信说过了，的确很容易摔坏的，你第一次操作出问题也正常，不怪你。陵南将他扶起来，看了下破碎的无人机，已经坏了。他写了一封书信，连同坏的无人机一起传过去。苏晨看到破碎的无人机，反倒很高兴，最起码说明在那边世界可以飞。他拿起书信读了起来：天尊，我们学习了无人机如何操控，还是失败了。无人机在高空时失控衰落。苏晨看到他满是愧疚，回了一封信，告诉他不要紧。此时苏晨开车回到食品厂，将新买的10个无人机先给陵南传过去，给他们练手用。等到复合弓与防具等到位，就会开启反攻之旅。他想了下，陵南他们还缺少近战有力的武器，比如长剑或者大刀。古代的铸剑技术很牛，但材质不行，基本上都是以铁为主，跟现代的材料与工艺相比，差距太大。想要大量搞到长剑或者大刀，也是需要花费点心思的。他突然想起一个大学同学李问剑，号称是天权剑的传人，家里就是造剑的。找出号码，打了出去。喂，问剑，你家长剑销售怎么样了？看你在抖音上发的视频，那件挺好看的。苏晨先跟他寒暄了一会，别提了，上周我爹花了几10万请一个网红直播卖火，准备了2万把剑，结果他们一共卖出去了100把，还有50把退单了，我爹都快愁死了。苏晨听到2万把剑，眼睛一亮，你家铸剑厂在云海哪里？就在高新区李家村。怎么，你想买剑？想要几把？我送你就行了。李问剑问道。说几不说吧，文明你我他。苏晨笑了下，我接了一个海外的单子，大单，完全可以消化掉你家的库存。卧槽，真的假的？李问剑声音提高了几个度。少帅，不要，求求你放过我啊！是奴家称呼错了。大将军，求你让饶了奴家吧。蛮军主将军帐之内，乌主将军帐之内，乌少图正在骑马练射。大将军，我有一计。大夏军中传闻是天尊真神赐予陵南女帝吃喝用度之物，我建议是让潜伏在大夏军队中咱们的人想办法一起暗杀陵南。乌少图沉吟片刻，此举倒是个好办法，但一想到陵南那漂亮的脸蛋，不由心痒痒的。这个号称大夏第一美人，若是被一剑杀了她的乐趣就没了。好了，给城中的人传递消息，想办法劫持陵南。若是做不到，杀了他也行。明天行动，一定要成功。乌少图有了决定。陵南吃完饭后，给苏晨回了一条消息，说准备好了接水。这个手机好好玩。陵南喊卢木兰过来，打开前摄像头，拍了一张合影，好神奇，比咱们大夏最顶尖的画师都厉害，瞬间就完成了。卢木兰惊叹道：“电量不足10%，请充电是什么意思？您明天问问天尊吧。”卢木兰更不知所云了。陵南点了点头，让他给自己拍了几
张全身照，仔细欣赏了一番。第二天早上，苏晨开车到了生产天权剑的厂子。苏晨，你看好了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天权剑。李问剑将一摞厚厚的铜钱放在台子上，拔出一把长剑，寒光闪烁，一剑斩下，砰的一声，铜钱全部齐齐切开，刀刃丝毫无伤。牛逼！苏晨竖起大拇指，材质用的都是高碳高锰合金钢，绝对的给力。李问剑笑着说道：“你真的都要了？多少钱一把？给你400一把，网上都卖500多一把的，开刃吗？”苏晨比较关心这个，开玩笑，你手里那把是开刃的，对外卖是不开刃的。李问剑摇了下头，开刃那可太行了，他不敢冒险，我海外的客户要求开刃的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个行不通的，开了刃，海关都会给你拦住的，说不定还要把你抓起来。我这是为你好。李问剑摊了下手，表示没有办法，海关那边的事你不用操心了，没问题的，我不会傻到把自己搞里头。开刃一把剑加100块，行的话今天就付款，不行就拉倒，我再去别家问问。以林南他们的磨刀石，怕是磨不动这些剑刃，必须得开刃才行。我跟你说，苏晨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坚持原则了。李问剑听到后眉毛一挑，但咱们是哥们，那就给你开刃便是，一把剑多100块，2万多把可就要多赚200多万。放心吧，你开刃便是，一把剑多100块，2万多把可就要多赚200多万。放心吧，到时候真出现问题，我就说自己开刃的，从你这买的都是未开刃的。苏晨看到他同意了，也放心了。走，去我们家的剑阁参观下，喜欢哪把剑随便挑，这都是精品，最便宜的一把都是1万把块。今天任由你挑5把，价格差距为啥那么大？材料不同，你订的那些剑，材料用的都是从报废卡车上拆下来的减震钢板弹簧，也就是高碳高锰合金钢。李问剑说道。但墙上挂着的这些精品剑，最便宜的材质用的都是 T15合金钢，材料差距很大，工艺难度也不是一个级别的，价格自然差距大。他随手取出一把剪来，对着一段钢筋斩了下去，咔嚓一声，小拇指粗的钢筋被一下切断，刀刃丝毫没有崩。苏晨眼睛一亮，果然是好剑，对削铁如泥这个词有了具象化了。他仔细看了下，先挑选了2柄紫色与青色的长剑，极为漂亮精致又不失霸气。你眼光真是不错，这是最贵的2把，一把都要小20万。李问剑有点肉疼，看你那抠搜的样。苏晨看了他笑了笑，又挑选了8把，一共10把。大哥，你选5把吧，你专门挑贵的，这加起来小200万了，我不好跟老爸交代啊。李问剑苦着脸，你就不能大方点？我这次可是买了你家1000多万的货。苏晨并不打算还回去。大哥，你是大单，可我们哪有那么高的利润？李问剑苦笑一声，5把我还能做主，10把是真不行，我还要再预定4万把剑，这下行了吧？苏晨笑着问道。什么4万把？李问剑听到后都怀疑自己听错了，这都能够配备一个军队了。林南早上拿起手机看了下，屏幕已经点不亮了，是坏了吗？还是没电了？可我再怎么才能充电呢？他写了一封书信，连同手机放入袋子里面，等了一会没看到天尊回信，估计他正在忙。林南穿上战袍，想了下，拿出一个电棍放在战袍里面的口袋里面。通过这次大胜，京都的紧张情绪估计会有所缓解。林南笑了下，咱们去巡营吧。陛下万岁！百姓们看到林南，皆跪拜在地，极其的恭敬。如果不是陛下圣恩赐予他们吃的喝的，估计很多人已经饿死了。不好了，起火了！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慌张喊道。林南抬头朝着东边望去，果然看到了浓烟冒出，那是燕城的主城区，也是烟冒出，那是燕城的主城区，也是现在百姓主要居住地所在。一些百姓看到后，急忙跑着过去救火去了。现场一片混乱起来。陛下，请陛下赐水救火啊！有人大声喊道。若是没有水救火，怕是会将燕城主城区烧个干净。陛下，请陛下赐水救火！一些百姓也跟着喊了起来。大家不要惊慌，先暂停发水，等救火结束后再发。韩坚将军，你带兵3000过去救火。林南喝道。诺。韩坚立刻带着兵携带着铁锨等工具朝着东边跑去。陛下，韩将军没有带水过去，人再多也没用啊！有百姓注意到后大声喊着。如今水极其珍贵，先用黄沙灭火。杨九妹看了喊话的百姓一眼，若是用水来救火，今日你们的水都没得领了。百姓听到后沉默了。也是啊，房子没了可以再盖，人可死可就是真死了。凡是房屋被烧毁或者因为救火被拆的，一会去登记下，给予补偿。我们也会查出失火原因，若是故意纵火，必严惩不贷。林南严肃说道。陛下，有士兵突然腹泻，目前人越来越多了，军医已经在救治了。就在这时，杨九妹走过来低声说道。林南皱了下眉头，听着像是投毒，去查下这些腹泻的士兵们喝的是哪里的水，看下水有没有问题。你与木兰分头行动，查出问题所在。林南立刻下了命令，今天兵士们都还没吃饭，有些人喝了水，一定是水的问题。杨九妹与卢木兰立刻带人去调查。向龙将军，你通知下大家都暂时都不要喝水，带人把所有的储水点的水都检查一遍，还有告诉黄忠将军，让他加强巡营。林南怀疑有人在水里投毒。陛下，咱们先回院子吧。一个壮实的女卫兵低声说道。今天突发事件这么多，怕是有预谋的行动。现在陛下身边5位大将军都不在，还是回院子安全。陛下，我叫石前，有重要消息要汇报。关于蛮军在城内军内的奸细名单，我都写在这块布上了。就在此时，有一个士兵突然过来跪在，手里攥着一块粗布，呈上来。林南倒是有些意外。陛下，我想亲自呈送给您，这个名单极为重要，奸细身份让人震惊，即便是您身边人，也不可全信的。石前说道。女卫兵们听到后很不爽，这家伙是在说他们吗？他们对陛下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，我信不过你，将他拿下。
林南并没有让他靠近，两个女卫兵走过去就要动手，唰！就在此时，石前突然从衣服下掏出一袋东西来，猛地挥洒出去，白色粉末瞬间弥漫，是石灰粉，保护陛下。有些女卫兵感到眼睛突然刺痛，惊呼一声。一个女兵看着要逃跑的石前，拉弓直接将其射杀。我们来保护陛下。就在此时，一支10余人的男兵队伍跑了过来，你们是哪位将军帐下？女卫兵们问道。话未说完，便看到他们扔过来10多个口袋，石灰粉漫天飞，女卫兵们瞬间都被迷住了眼睛。护驾，有人刺杀陛下！女卫兵们大声喊道，强行瞪大了血红的眼睛与冲上来的人厮杀。没想到他们胆子这么大，敢在军营里面行刺，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让人猝不及防。都不要动，女帝在我手里。就在此时，一个高大的士兵大声喊道，他的剑横在林南白皙的脖子上，只需要那么一用力，一代女帝便会从此香消玉殒。林南承认自己大意了，以前巡营他都要带着200护卫，这次只带了60人，让其余人守着他所居住的院子，不让任何人进去，防止外人发现牛皮袋子。他更没有想到有人如此大胆，敢在军营里面劫持他。都不要乱动，否则我真杀了女帝！士兵石狂吼道。石狂，你放了陛下，我放你走，还给你10万金。我说到做到，绝不食言，你不要冲动。杨九妹急忙赶来，看到这个情形，脸色大变。10万金，哈哈，果然是很多钱，钱我要，人我也要带走。石狂笑道，我全族上下300余口全部被林奇镇刺死，我改名换姓就是为了报仇雪恨。你报仇去找林奇镇啊，你劫持陛下干嘛？卢木兰说道，只要你不伤害陛下，我放你走。你去金陵杀林奇镇。其余人看了他一眼，你是真敢说？林奇镇要是知道了，估计会想办法搞你卢家的。林奇镇我不会放过他的，我要的是大夏国覆灭，将林家皇室上下诛杀殆尽，方才解我心头之恨。石狂红着眼睛吼道，大夏有天尊庇佑，覆灭不了的，杀了我还有其他人当皇帝。林南淡淡的说道，陛下，我听闻你可以与天尊沟通，怎么不让天尊来救你？石狂玩味的笑道，军中的粮食与水都说是天尊真神赐予的，还让军中的粮食与水都说是天尊真神赐予的，还让他们都要信奉天尊。此事他是不信的，神怎么会管凡人的事情？天尊很忙的，怎么会时时刻刻的关注我？有事得向他虔诚的禀告才会有回应。林南淡淡说道，如果你不信，可以与天尊沟通下看看。如今之计想要脱离掌控，还是要靠他自己了啊！怎么沟通？石狂压根不信，我与天尊沟通的东西叫做神棍，都是随身携带的，拿出来给你看下。林南把手伸到战袍内兜里，你不要乱动，慢慢的拿出来。石狂喝道，握剑的力道大了1分。看林南的反应，难道真有天尊吗？想到这里，心里有些忐忑。若是天尊知道他干了这事，不得用雷劈死他。可他从心底里都不信的。如果真有天尊，真有神，为何眼睁睁的看着饿死那么多人，连场雨都不下？为何会看着那么的忠良大臣被刺死、被流放？你剑架在我脖子上了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林南慢慢的将电棍拿了出来，这就是神棍。石狂看着他手里一个约5寸长的黑不溜秋的短棍，皱了一下眉头。其余不知情的人看到后，真以为这是与神沟通的工具。这棍子看上去不像是木头，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打造而成的，非常有质感。他们都听说陛下可以与天尊沟通，就是通过这个东西传递信息的吗？对，只要你把手握住神棍头部说话，天尊就可以听到，一定要虔诚。林南将电棍伸出去，石狂看到他一本正经的，不像是忽悠他的。他抿了下嘴唇，犹豫了好一会，在想若真的可以沟通天尊，他该求点什么？是不是求天尊复活他父母还有大哥？若是可以，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。想到这里，他脸色一肃，伸手握住了电棍的头部。林南立刻打开了电棍开关，石狂惨叫一声，身子剧烈的颤抖几下，直直倒在地上，晕起过去。众人愣住了，难道他真是被天尊处罚了吗？在他们的视角里面，石狂就是碰到与天尊沟通的神棍，结果出现了电弧，人就倒下了。除了神仙，谁可以掌控雷电？虽然不像雷劈那么惊人，那依旧让人感到震撼。原本有些士兵与百姓对于天尊是否存在是很怀疑，这一刻都笃信不疑。有些人小心思的也打消了，看来只有陛下能够与天尊沟通，敢对陛下不敬者，必遭惩戒。天尊赐予之物果真好用，林南大喜，心中暗道一声，没想到这东西威力果然够大。苏晨回到食品厂，将10把宝剑从后备箱拿到办公室里面，看到袋子旁边有2封书信，还有一个手机，手机没电了呀，失误了，应该给他送过去几个充电宝的。点开相册后，眼睛一亮，第一张图片是林南的全身照，身着青色劲装黄服，衣服上金色的配饰，头发盘起，显得更加的英姿飒爽，五官十分的精致，任何形容词都无法描述的美，不着任何粉黛，却足以让其他女人皆失颜色，太漂亮了。身高将近1.7米了吧，古人也不矮。对了，她本来就是皇族，自然是衣食无忧，身材也好，凹凸有致，曲线优美，天生丽质，倾国倾城。苏晨一眼入心，连连惊叹，随后又翻看了后面的照片，越看越喜欢。除了一张与女将军的合影外，其余的都是林南的个人照。看来他对手机的功能已经摸索的差不多了。林南女帝好看又性感，若是能娶回来做媳妇就好。苏晨嘿嘿笑了笑，只是他不确定袋子能不能传送活人，暂时还不想冒险，可不想去古代生活，尤其还正值大饥荒年，喝口干净水都是奢望。如果他贸然把自己传送过去，林南对他的神秘感也就没有了，失去了太多的乐趣。天尊回信了，让我们以后要小心，不要大意。手机他给充电，充满了就会送过来，还给了士兵宝剑，后天会赐予2万多把剑。林南将5位将军喊过来，指了下宝剑，他喜欢紫色与青色的2柄，单独挂了起来。杨九妹随便挑选了一把，拔了出来，噌，剑身光亮，寒芒毕露，卖相不错，让我看看这剑锋不锋利。韩将军，抽出你的佩剑来。杨九妹看了一眼长剑，韩坚笑了笑，抽出佩剑对砍一下，砰的一声，佩剑应声而断。阿震，杨九妹仔细看了下手中剑，刀刃居然一点都没崩，果然是宝剑。她将韩坚的断剑放在架子上，用手中剑
砍了几下，砍成数节。韩坚黑着脸：“你礼貌吗？这配件跟随了他好几年了，当初高价请锻造大师亲手打造而成，很有感情的。削铁如泥，果然是神。”